好，没想到啊，皇马在最关键的时刻迎来了姆巴佩的回归，结果只有维尼修斯的时候能赢球，姆巴佩归来却反而输了。这场失利让积分榜上皇马打完30轮，距离巴塞罗那已经有7分差距，本赛季的联赛冠军争夺已经可以说提前结束。皇马用自己疲软的表现，亲自将巴塞罗那送上了王位。而本轮比赛前，本来应该是西甲射手榜的前2位，姆巴佩的23球对决穆里奇的18球。两个人一起打进了41粒进球，超过了14支西甲球队各自的全队总进球数。马略卡的7号31岁，身高1.94米的穆里奇，本赛季是他职业生涯进球最多的赛季。这场比赛以前28场比赛已经累计攻入18球，打破了多项纪录，仅次于埃托奥的54球。结果关键的时候还真是穆里奇进球绝杀了皇马。上半场第42分钟，马略卡将球打到皇马的左侧，在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下完成传中，中路的莫拉内斯前插如入无人之境，停球推射入门，皇马0-1落后。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下半场第88分钟，才由阿诺德开出角球，米利唐头球破门，1-1扳平。但3分钟后，穆里奇在禁区内接到队友从左路的传球，抽射破门，皇马1-2被绝杀。这场比赛对方的门将莱奥罗曼贡献了5次扑救，也当选全场最佳。此外，他还送出了9次长传，也是全场最多。但反观皇马的门将卢宁，被进的2个球都是提前判断了反方向，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赛后，著名的阿斯报副主编隆塞罗对姆巴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想看到的是姆巴佩站出来，告诉所有人这里有我。姆巴佩过去进了很多球，所以他身上许多问题我都可以原谅。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像当年的 C 罗那样在关键时候站出来扛起球队。说实话，我现在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想要那么多的天赋，我想要的只是赢家。皇马现在这套阵容必须换掉一半，因为我要的是能赢球的人。我们确实有不少好球员，但不是那种输了球之后会愤怒到一脚踢向更衣柜的人。这一整年皇马都在不断的掉链子，我只能说遗憾。要是一个人真的拼尽了全力，大家会原谅他的。可如果你根本没有把一切都拿出来，那就不要指望大家还会一直为你喝彩。这种情况已经不是1次2次了，现在这支皇马连自己在踢什么都快不相信了。踢好2场，大家就又有了希望，然后又开始相信教练组。可一旦丢球，球队根本看不到火气，不会去争，不会去吼，也不会给裁判和对手施加压力，就这么顺着比赛的进程踢下去。一直顺着比赛进程走的球队，说明他已经没有了魂。我想看到领袖，想看到有人能把皇马全队喊醒，看到球队快把西甲联赛丢了的时候，能站出来狠狠吼一嗓子。拿姆巴佩去跟 C 罗比，确实差得远了一点，不仅是球商的差距，无球跑位能力也没法比。而且过去那一支皇马的中场3人组比现在强太多了，世界上又哪有那么多的 C 罗跟梅西呀？朋友们，老规矩，千万要看完咱们的视频，特别是最后都有福利。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感谢您的订阅、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继续。今天的比赛确实让皇马球迷有些生气，最主要的就是踢法跟拼命程度。姆巴佩感觉就是躲着踢，像在禁区里没有去跟对方的后卫对抗，本身也基本没有头球破门能力。进攻要么等球打反越位，要么禁区等着传到脚下。防守更是眼神防守，不得不说姆巴佩个人数据真的超牛，但是对皇马团队的正向作用远远不如当年的 C 罗。而今天比赛中，维尼修斯是替补登场，他再次与自己老冤家马略卡的右后卫巴勃罗·马菲奥发生了摩擦。在比赛的尾声，马菲奥对着维尼修斯做出了一个球的手势，并说出沙滩沙滩，意思是嘲讽维尼修斯踢的是沙滩足球。比赛第59分钟，维尼修斯替补换下了曼努埃尔·安赫尔登场。他出场的时候立刻遭到了主场看台的嘘声和喝倒彩。从维尼修斯登场开始，就开始和马菲奥不断的出现言语和肢体上的摩擦。比赛最后阶段，大家还看到了刚才说的那一次冲突的画面。所以维尼修斯在西班牙许多客场都会听到球迷们唱的所谓沙滩足球的歌，这是对维尼修斯的影射和嘲讽。那么头号攻击手姆巴佩首发打满全场，表现平平。此战过后，姆巴佩近5场代表皇马都没有取得进球，也追平了自己加盟皇马以来最长的进球荒。上一次是24年4月，
客观讲，许多人都在指出，没有姆巴佩的皇马看上去更像一个整体。但是姆巴佩的个人能力呢，又确实是技战力第一人。所以姆巴佩不在皇马5连胜，胜了马竞，胜了曼城。姆巴佩一回来，却直接输了保级队。还有赛季初阿隆索执教的时候，皇马也是输给马竞，输给利物浦。那时候姆巴佩都在。姆总在场上纵向的突破比较少，总是横向一波就有了一个突破数据。所以有时候看数据看不出来球场上的真实情况。而反观对面的当家射手穆里奇，他在第91分钟抽射绝杀，进球后激动的倒地痛哭，因为此前他因为国家队无缘世界杯备受质疑，还在上一轮联赛踢丢了关键的点球。穆里奇是科索沃的队长，但前段时间欧洲预选附加赛决赛，土耳其1-0战胜了科索沃。穆里奇作为队长踢满全场，但表现却不佳。科索沃队距离世界杯也仅一步之遥，却被土耳其淘汰。再加上上一轮马略卡1-2不敌埃尔切的比赛，第92分钟穆里奇罚丢了关键点球，错失1分。这一次绝杀皇马，他终于可以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现在他距离马略卡队史的最佳射手埃托奥也就仅差了1个球，而马略卡拿到这关键3分，现在也脱离了降级区，比第18名降级区的埃尔切队仅仅高了2分。可皇马就惨了，皇马遭遇了本赛季各项赛事46场比赛中输的第10场球，这也是皇马近17个赛季同期输球第2多的一次。本赛季无论是阿隆索还是阿韦罗亚当主教练，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其实是上赛季皇马高层不给安切洛蒂买人，逼走了皇马历史上的最佳主教练的后果。当然问题也是全方位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锅。好在今天伤愈归来，时隔4个月再次代表皇马出场的米利唐状态神勇，他也是在比赛第59分钟替补登场，涅槃重生啊！时隔4个月，皇马的铁闸米利唐是终于回来了，熬过了如此漫长的康复，但是满血回归了皇马防线。今天打进绝平一球，米利唐的制空能力和预判太好了，米利唐加吕迪格才是皇马后防线的最优解。而且如果没有伤病，米利唐1.86米，他才只有28岁，这真的是一位悍将，毫无疑问的荣耀和信念都在米利唐身上集于一身。最近西班牙媒体报道，米利唐说，我们都清楚能够在皇马踢球是一种荣誉，所以每一次踏上球场我都会拼尽全力，我非常渴望重返赛场，现在的感觉也非常好。所以米利唐确实说到做到。另一方面，吕迪格也接近和皇马完成续约，但恰恰相反的另一方面，皇马今天爆出来不排除出售劳尔阿森西奥的可能性。皇马队内已经有人提出要卖掉他，只要有合适的报价就会让劳尔阿森西奥离队。皇马已经开始思考在今年夏窗后防线上的阵容该怎么办。去年夏天他们投入了 1.2 亿欧元签下了阿诺德、赫伊森和卡雷拉斯，但对防线状况的担忧依然存在。而现在管理层已经做出了一些决定，作为薪水最高的球员之一，阿拉巴的合同在6月到期后就不会续约，因为阿拉巴即将年满34岁，在经历了多次膝盖伤病以后，他将离开皇马。而吕迪格和米利唐是下赛季皇马依然要重用的人。吕迪格上赛季膝盖一直不舒服，但带伤为皇马踢了许多比赛，最后才接受了手术。在过去最近的1个半月里，吕迪格仍然是皇马表现最好的中后卫，所以皇马会优先和他续约，而且税后年薪会有削减，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高达900万欧元。那么吕迪格、米利唐再加上赫伊森，这是皇马下赛季的希望。而劳尔阿森西奥的状态在过去2个月有所下滑。另外，皇马的备选名单上还有3个名字。哈科沃拉蒙去年夏天用250万欧元的价格从皇马转会到了科莫，但在未来3个赛季的每个赛季，皇马都拥有回购权。另外，皇马也盯上了德甲的施洛特贝克，这位26岁的德国左脚后卫，合同将在27年到期，符合皇马的引援计划。因为皇马的吸星大法一直都要引进那种合同只剩1到2年的球员，再加上多特蒙德和施洛特贝克的续约一直没有成功，所以皇马正在推进他的转会。另外，关于右中卫，皇马仍然对18岁的青训小将霍安·马丁内斯抱有希望。还有，皇马非常欣赏皇家社会的中后卫红马丁，本月底将年满20岁，是西班牙 U21 队的固定人选，而且已经在皇家社会的轮换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去年他完成续约，但解约金仍然保持在5000万欧元。红马丁身高1.85米，本赛季在皇家社会已经首发了19场，所以这绝对是一个有希望的新星。不过目前仍然要解决当下的问题，皇马仍然有希望获得欧冠冠军。
关键呀，就是像今天赛后主教练阿韦罗亚说的，阿韦罗亚说，失利全不怪我，但难的是要让球员们明白，我们要想赢球就必须要200%的努力。球员们必须明白，如果你今天不拼尽全力，你就赢不了球。当你盯防一名球员却失位，导致他进球，当对手都把握住了机会完成得分的时候，结果就是这样。阿韦罗亚这说的是今天发挥灾难的卡马文加，丢球完全就是卡马文加的锅。第一个丢球，卡马文加是散步式的防守，而且他在向前推进的时候控球也缺乏准确度。本来卡马文加在法国国家队的地位很尴尬，阿韦罗亚呢想帮他，让他首发，这样在国家队的位置也能固定一下。没想到发挥这么差，现在看来，如果今年世界杯不招卡马文加，那也就很正常。哎呀，今天的比赛皇马输掉了，然后是超长的补时，现场马略卡球迷的嘘声都快把房顶都掀塌了。当然，这也是马略卡队拖延时间太严重，裁判多补了5分钟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比赛的最后，裁判的水平确实不行，连着出误判，那么多皇马该吃牌的动作都没有给牌，而最后皇马的角球呢又不给，所以两边都不讨好，裁判的几个判罚确实有失水准。总之，这一场球输掉，西甲联赛不用再想了。但关键用这一场的表现，周中马上要和拜仁慕尼黑踢欧冠，这要是对上拜仁啊，不被惨案就已经很好了。另一方面，今天皇马小队长巴尔韦德因为停赛缺席了比赛，所以也反向能够看出巴尔韦德对这支皇马的作用有多大。有意思的是，今天另一场球，马德里竞技主场1-2输给巴塞罗那。当时比赛下半场有争议的一幕，赫拉德马丁踩踏了马竞的球员阿尔马达，当值主裁判先是出示红牌，可观看了 VR 之后改判为黄牌。于是巴尔韦德的妻子米娜就不干了，她发布了社交媒体说，如果这都不算红牌，那这个球场真该关门了。足球嘛，西甲嘛，这样的新闻总能把热度炒得更高。但对巴尔韦德来说，最关键还是4月7日皇马主场对拜仁的比赛。老 K 现在还真的有些担心皇马的状态，虽然一到欧冠，皇马总能超神。好，让我们看一下巴塞罗那2-1战胜10个人的马竞这一场比赛。今天床单军团马德里竞技是主场作战，第39分钟，后卫朗格莱的长传制导，马竞利用巴塞罗那后防线的高位压上，打出了漂亮的反越位，小西蒙尼得球推射破门，1-0领先。可短短3分钟后，巴萨就做出了反应，拉什福德在左路和中路的奥尔莫打出了漂亮的2过1配合，插入禁区，用左脚将比分扳为1-1平。上半场补时阶段，亚马尔得球在右路衔枚击走，马竞的冈萨雷斯在禁区外不得已绊倒了亚马尔，主裁判观看 VR 以后直接出示红牌。而比赛到了下半场第87分钟，坎塞洛在禁区内连续的摆脱防守，大门被扑出，莱万在门前将球挡入网窝，最终2-1绝杀。今天整整下半场少打1个人，马竞输球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巴萨感觉呀，10个人的马德里竞技比11个人还要难踢，真就是铁桶中的铁桶阵。再加上费兰托雷斯一上场，巴塞罗那就感觉好像反而少打1个人。费兰托雷斯老 K 一直在批评他打中锋是真的不行，接球接不好，反击传球又传在队友的身后，射门更是一坨。几乎每一场球，费兰托雷斯都能浪费好几个决定性的机会。这种球员弃之可惜吗？一点都不可惜。现在甚至有些失去信心了，眼神涣散，畏畏缩缩，连精气神都没有，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只有莱万多夫斯基这么大年纪，光是站在门前不动，都感觉比费兰托雷斯有用。今天的比赛仍然是属于18岁的亚马尔，真的太超标了，在场上过人传球就像玩游戏一样。59分钟，亚马尔一波硬突，看的球迷们真是直拍大腿，太帅了。但最后没打进也太可惜了，这一连串过人的花哨，就算玩游戏也打不出来呀！真的，亚马尔就是一个光靠外脚背就能在顶尖对局中改变比赛结果的人。在高速奔跑下，前面有门将出击，后面还有中后卫的纠缠，他还能把球喂到你脚下，这是多牛逼！莱万要是再年轻5岁，能被亚马尔喂到吐。所以真的是踢得好，战术价值非常大。亚马尔在巴萨已经是不可或缺的球王级人物，甚至差点连过4人的一条龙破门。另外，左路的拉什福德终于打破了2个月的进球荒。老 K 个人觉得巴塞罗那最终肯定要买断他，因为每在关键战，拉什福德总能站出来。特别是本赛季拉菲尼亚伤缺的时候，拉什福德感觉就永远都有进球或者助攻。虽然说比之右路的亚马尔少了一些天赋，少了一点能力的上限，但是这场拉什福德敢于突破，几次尝试成功率也不低。
很多1对1都过去了，只不过被补防的人给破坏掉。而且进的那个关键球是拉什福德一个人策划完成的，本场表现相当惊艳。再加上坎塞洛最后进球那扣球的2下，过去只在邓贝莱身上看到过。这种技术动作看他扣第1下都以为要传了，结果非常溜的又扣了第2下。坎塞洛这种高级货呀，在进攻端属性太强，虽然防守有一点点跟不上，但坎塞洛租借来巴萨，老 K 对他是极为看好，终于也不负众望，属于是一个人能把边后卫和边锋的活儿都给干了。今天这2下还真有些像邓贝莱。那么今天佩德里就被对面的球员给踢惨了，被人整倒了好几次。这样稳的技术，这样大师级别的球员，我们对他没有其他要求，只希望能够健健康康踢完联赛，踢完欧冠，踢完世界杯。现在每逢对上巴萨，对手们总是会祭出这一招啊，踢佩德里就是一贯使用的伎俩，所以这就给佩德里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以柔克刚，要有预判，过人就跟遛狗一样。佩大师保护好自己，每次看对面把你当成沙包啊，谁过来都要撞一下，真的心疼。德容不在，佩德里是真累，推进、洗脏球、传威胁球全都是他，还需要拦截、防守、逼抢。好在带球总是从从容容，过人总是游刃有余。那么今天赛后不好的消息传来，贝尔纳尔就踢了20多分钟，但扭到了脚踝，属于崴脚了，就希望没有伤到韧带，没有伤到骨头就好。据说贝尔纳尔需要休息2周左右，阿劳霍需要休息3周左右。阿劳霍的问题是出现了股二头肌轻微的拉伤，这2名球员都会在周日再接受检查，确认伤势的具体情况。而今天的比赛打完，本赛季巴塞罗那在西甲已经有4名的对手球员在上半场就被罚下，也是5大联赛这个数据并列最多，只有曼联队和洛里昂队可以与之持平，同为4次。而今天的2-1逆转击败马竞，他们也是本赛季在西甲落后情况下拿到了21分，是所有西甲球队当中最多的，在5大联赛也仅次于拜仁。拜仁在落后的情况下，在德甲是拿到了22分。今天赢球，巴塞罗那将领先优势扩大到7分以后，老 K 个人觉得联赛冠军已经没有悬念。而数据统计方面，此前从未有西甲球队在只剩8轮比赛的情况下浪费掉7分的领先优势，并且巴塞罗那已经在最近4次做客大都会球场的西甲联赛客场都取得了全胜的战绩。他们也是第一支在西甲联赛在大都会球场做客可以4连胜的球队。而反观马德里竞技，他们本赛季在西甲领先情况下已经丢了22分，是所有球队最多的。但今天没有办法，毕竟下半场少打一个人。今天马竞门将用的是穆索，他全场贡献了6次扑救。虽然今天球队是输了，但马竞门将穆索仍然当选全场最佳球员。这里面其实有费兰托雷斯一半功劳，因为费兰托雷斯在前面总是往门将身上踢，是个门将都想遇到费兰托雷斯，可以刷刷身价。好，今天莱万的进球也让他在弗里克的治下打入了100粒联赛进球，一共也只用了109次出场。其中在德甲拜仁慕尼黑，莱万在弗里克治下是50场进了61个球，在巴塞罗那西甲是59场进了39个球。而马竞在输球以后，在比比利亚雷亚尔多打一轮的情况下，落后比利亚雷亚尔1分。好在他们领先第5名皇家贝蒂斯已经有12分的差距，所以马竞进入下赛季的欧冠没有任何悬念。今天在德甲，拜仁慕尼黑客场作战弗莱堡，同样也是逆转3-2，比苏夫梅开2度，卡尔是压哨绝杀。而拜仁的3个进球都发生在比赛81分钟以后，弗莱堡的第2个进球也是发生在71分钟。整场比赛的过程就是上半场拜仁慕尼黑很谦虚，但90分钟以后开始展现自己的容错率。比苏夫先是在补时92分钟绝平，卡尔又在补时99分钟绝杀。南大王拜仁在孔帕尼的麾下，本赛季也是属于逆风球也会踢了。这接下来欧冠对阵皇马，拜仁慕尼黑是风头正劲。OK， 旗帜鲜明的看好拜仁可以在2回合的淘汰赛胜出，因为他们的年轻球员比苏夫真的太强了。在训练中，诺伊尔过去就曾经谈到过，比苏夫的射门能力是队内第2好的。训练中我宁愿守凯恩的射门，也不愿意守比苏夫的射门。今天比苏夫是右脚一个死角，左脚一个死角，真的厉害，真的牛逼，所有球迷也不得不信。而且奥里塞过去也说过，在队内的球员评选，奥里塞认为任意球最好的就是比苏夫，这肯定是训练的时候比苏夫的任意球和射门能力太惊艳。这小伙子今年才只有20岁，拜仁慕尼黑真是捡到宝了。
今天他也是第一次在一线队生涯首次上演梅开二度，再加上18岁的卡尔，所以有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拜仁慕尼黑。虽然卡尔说过一些对皇马的好感，这很伤拜仁球迷的心，但这个18岁的小伙子，大家寄予厚望，对他也要求很严格。今天的读秒绝杀加脱衣庆祝，卡尔是真的帅，也是在复刻他的偶像梅西。拜仁的赛季第100个球竟然是卡尔今天给打进去的。本赛季他的德甲已经直接参与了9个球，在5大联赛 U18 的球员中仅仅少于亚马尔。所以老 K 很赞成名宿波多尔斯基那句话，在拜仁看卡尔的比赛就是种享受。这个只有1.68米的小球员代表着拜仁青训的突破，他真的有些像过去的里贝里，可能爆发力稍有不足。好，今天的足总杯，曼城把利物浦给打爆了，4-0大胜，哈兰德上演帽子戏法。但这场比赛老 K 觉得最大的惊喜是后防线上小将胡桑诺夫。胡桑诺夫承接了后防出球的职责，在奥莱利前踢内收以后，胡桑诺夫长时间扮演了3中卫中的居中那个拖后核心，是出球的第一发起点。之前胡桑诺夫上场总是格伊和胡桑诺夫拉边，罗德里和比席尔瓦回撤拖后来出球，4个人当时是形成菱形站位。但今天这场比赛基本就是由胡桑诺夫在拖后出球，而且多次横向的调度，纵向的向前输送，从过去只敢传安全球到今天可以稳定的完成后场的传导，通过多次完成的直塞和斜长传破解了利物浦的逼抢体系，甚至还有几次胡桑诺夫可以带球推进，把球带到中场。小将胡桑诺夫亚洲球员第一次在曼城扮演这样的角色，他的出球能力已经大大进步，而且主教练瓜迪奥拉也选择相信他。反而鲁本迪亚斯打替补对曼城是大好事儿。鲁本迪亚斯的性格一般，替补上来反而很少犯错，甚至还有稳定军心的加成。咱们亚洲球迷呀，就希望胡桑诺夫能够真正成为曼城的主力。我还记得他过去刚来的时候，在法甲是同年龄段向前传球最多的中后卫，贴地短传一直就很不错。而这个亚洲球员作为中后卫如此强壮，速度又快，壮得像头牛，下脚又很准，现在连出球和推进也练出来了，未来很有可能成大器。今天真是有好几次看到胡桑诺夫带球向前推进了很远，可以说是一场球完全把信心给踢出来了。再加上他本身先天方面的身体素质和速度太好了。那么今年夏天曼城要引援补强，首先呢还是在中场，曼城会和曼联抢森林队的安德森，另外就是右后卫是今年夏天曼城想补强的位置。而反观利物浦0-4输球，斯洛特也遭遇了执教生涯并列的最大分差失利。过去他只有在2019年执教荷甲球队阿尔克马尔期间，曾经0-4客场输给了索尔斯克亚执教的曼联，所以还真让许多利物浦球迷说着了。斯洛特不走，利物浦的球啊，真的不看也罢。上赛季萨拉赫还是年度最佳，本赛季却沦落到这个样子。开场阶段错失了绝佳机会，那个机会其实萨拉赫有足够的时间先把球停好，再来选角度，但第一下处理就太差了，整个身体的姿态都不对，包括那个点球也是，发球的时候根本没有抬头，所以属于萨拉赫没有信心，连发点球要先观察门将的位置都不敢做，像抬头观察临场判断，这些本该建立在自信上的东西，萨拉赫是完全看不见了。而且今天的比赛，队长范戴克的状态也很差，像站位还有防守能力本来是范戴克强项，但本赛季范戴克是越来越差。还有就是科纳特这个赛季也是踢得很糟糕啊！目前的利物浦本赛季真的没什么希望，没救了。整个利物浦的状态就像萨拉赫站在点球前那个迷茫的眼神，连续2次点球罚失，萨拉赫真应该把点球手给让出去，心态都已经炸掉了，站在点球点都能够双眼无神。话虽难听，但确实是如此。本赛季萨拉赫是下降的太离谱，一个顶级球员这么短时间能下滑成这样，非常少见，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伤病。那么本赛季利物浦各项赛事已经遭遇了15场失利，创下了14到15赛季以来单赛季最多的输球。那一年罗杰斯带领的利物浦总计是输掉了18场比赛。现在赛季还没有完，利物浦还很有希望打破这个最差纪录。当然另一方面，本赛季利物浦确实是人员不齐整，后防缺席了太多太久，但是这解释不了科纳特的问题，对吧？像今天科纳特面对多库完全是消极防守，几乎就是选择了放弃。而且本赛季科纳特这种情况是多次出现，一旦被对手突破，他就立刻选择放弃。那么接下来周3欧冠，利物浦会对阵大巴黎，
萨拉赫还需要首发。尽管现在状态这么差，但如果萨拉赫不踢，又让谁上呢？现在的利物浦伤兵太多，没有人能替代萨拉赫的位置。总之吧，科纳特、范戴克本赛季都有过太多次放弃防守的镜头。范戴克盯人不紧，退防又经常送点球，所以这个中后卫组合是看得球迷真的寒心呀。今天范戴克在上半场又送出了点球，本赛季已经送出了4个点球，和他红军生涯此前7个赛季加起来的送点次数一起是持平。你说这抽不抽象？此前是7个赛季送了4次点球，本赛季还没打完就已经送了4个。现在萨拉赫已经提前说了，夏天就要走，但范戴克多半不会走，所以怎么办？下赛季利物浦继续困难。现在英超、联赛杯、足总杯，利物浦都已经出局，就只剩欧冠这一条战线。去年夏窗投入了接近5亿英镑，这样的背景下，如今输得这么惨，这种局面格外刺眼。如果再被大巴黎给带走，最终4打皆空，那么这会不会是利物浦近年来最失败的赛季呢？今天足总杯的0-4输给曼城，已经成为了利物浦自1946年0-5输给波尔顿以来最惨痛的杯赛失利。1946年呀，好家伙，80年利物浦红军的杯赛耻辱记录竟然就被光头斯洛特给破了。所以这也就难怪呀，输了球的利物浦球迷在离开球场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唱哈维·阿隆索的名字。图片报已经表示过，阿隆索愿意在赛季结束后执教利物浦，但是需要引援的话语权。但老 K 昨天已经说过，芬威集团依然要选择信任斯洛特，不会轻易做出换帅的决策。那就没办法了，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有意思的是，今天代表曼城的格伊，他本赛季先后代表2支球队5次对阵利物浦，代表水晶宫有3次，代表曼城有2次，但是在社区盾杯、英超、联赛杯和足总杯都赢了利物浦，属于是4线5杀利物浦。格伊太强了，利物浦太弱了。最有意思的是，去年夏天本来利物浦是要买格伊的，一度很接近，当时罗马诺还用了标志性的 Here we go 来确认这笔交易，最终却因为水晶宫没有找到替代者，交易告吹，最后就有了本赛季格伊4线5杀利物浦。老 K 就想起来，在去年夏窗结束的时候，节目里我还说呢，利物浦花了近5亿英镑，但最该买的一个其实是格伊，却没有买来。好，赢球后的曼城下一场比赛要等到4月12日客场对阵切尔西。今天的哈兰德从24年8月以来一直都没有再上演过帽子戏法，今天终于如愿了。他比赛后也晒出了自己用手拿着比赛用球的照片，球上面还有队友们写的各种签名和祝福。哈兰德配文道：不错的周六。好，另一场足总杯，阿森纳1-2输给了南安普顿，无缘足总杯4强。虽然第68分钟泽凯赖是一度将比分扳平，但南安普顿通过斯图尔特和谢伊查尔斯的进球，最终让阿森纳一度4冠王的宏伟目标化为泡影。在极度的失望下，部分阿森纳球迷又开始提到阿尔特塔下课的事儿，但老 K 倒觉得不用这么担心，不可能4亚王的。比如联赛冠军已经是手到擒来，只是说阿森纳确实有那个实力，却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虽说足总杯不是什么大冠军，但对阿森纳来说也是真的非常重要。现在阿森纳的宏伟目标还剩下联赛冠军和欧冠冠军，也是最重要的双冠王。如果最终真的能够如愿，那丢掉的这2个国内杯赛就真的不足道哉。4月7日，阿森纳先在欧冠1/4决赛首回合客场对阵葡萄牙体育。老 K 是坚决的看好这轮对决最终是阿森纳胜出，但是咱们也必须警惕因为有好事的球迷做了统计，过去阿尔特塔治下，阿森纳在各个月份唯一胜率低于 50% 的月份就是4月，胜率只有 41%， 距离他们9月的胜率 78% 有巨大的差距。对了，多说一句，今天的南安普顿已经不是英超了，他们是英冠排名第7的球队，所以这场输球也是自22年1月以来，阿森纳首次在足总杯被低级别联赛的球队淘汰。今天由于是国内杯赛，所以阿森纳使用了一些替补球员，从效果来看，像凯帕、内尔高、热苏斯基本今年夏天就应该告别阿森纳了。而斯凯利现在除了年轻是阿森纳自己的青训出品，其他方面也没有优点。阿森纳是真的可以考虑把斯凯利卖给曼联，而马丁内利和本怀特今天踢的也是一言难尽，所以直接导致了近2场比赛阿森纳连丢2个冠军。这次无缘4强也是阿森纳过去10年来自15到16赛季以来首次在足总杯的1/4决赛就出局。
不得不说几次都是凯帕的失误造成的。凯帕教练真是黑洞，阿森纳是整体防守，可凯帕号称自己是个教练，连组织防守的能力都没有。好，再看足总杯，今天切尔西是7-0战胜了维尔港晋级，埃斯特旺一传一射，发挥非常出色。这场比赛让我们看了英超顶级球员和英甲联赛维尔港的普通球员巨大的差异，所以切尔西在虐菜这方面真的是低级别联赛的杀手。切尔西在低谷中最困难的时刻，虽然今天对面是英甲球队，但这一场大胜也是近段时间为数不多的好事了。希望真的能够改改运气。今天尤其古斯托每次踢球遇到软柿子真是玩命捏呀。这一场古斯托像核心，就像发动机一样，内收的效果非常好，太能跑了。而主教练罗塞尼尔少帅年轻人，但做出了非常有魄力的决定，他公开对恩佐进行了停赛2场的处罚。对这一点，切尔西的老板和管理层非常支持。罗塞尼尔这个举动既展现了自己强有力的执教魄力，也有助于切尔西树立自己的纪律和标准。罗塞尼尔认为恩佐的言论触及了切尔西球队的底线。罗塞尼尔本人说，我认为对恩佐来说，用那种方式说话令人失望。关于恩佐这个人，就他的性格和人品而言，我没有任何坏话可说，但我认为他在我们的球队文化和我们想要建立的东西方面越界了，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处罚，这是我们共同做出的决定。而恰逢这个决定做出之后，罗塞尼尔就收获了自己执教生涯最大的分差胜利。所以他赛后说，这是开启这段赛季冲刺期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方式，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赛季结束都保持这种状态。虽然打进7个球确实是个非常出色的结果，但今天真正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今天每一位球员所展现出的能量、强度和投入程度。但不好的消息是，罗塞尼尔确认了吉滕斯再次在训练中受伤，而且罗塞尼尔还说，合适的时机我会再聊聊我和恩佐的谈话。好的，沙特联赛方面，利雅得胜利在主场5-2击败了纳杰马。有意思的是，比赛中主教练热苏斯在换人前还要主动询问 C 罗我是不是能把你换下呀？在得到了 C 罗的同意后才完成了换人调整，这就非常有意思。因为本场比赛 C 罗表现很出色，在第56分钟和第72分钟各入1球，打进2个。估计主教练也是怕 C 罗想要帽子戏法，所以先商量商量。好，另外官方已经宣布加图索和意大利足协终止了合同。现在咱们就要看意大利队下一任主教练到底是谁了。OK， 轻松一下，过去阿森纳的球星尼古拉佩佩，他现在已经30岁，在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踢球。最近在社媒表示自己已经和成人女星女友泰安娜特朗普分手了。他们2人是24年夏天开始交往的。佩佩发布社媒说，好吧，与其再来问我问题，我还是统一回应一下。我现在是单身，我从来没有提过结婚，更谈不上给任何人钱。谢谢，别再无谓的乱说了。他的前女友泰安娜特朗普也表示，我和佩佩交往不是为了钱，我也不需要他的钱，我自己有钱。交往第1年，我每2周要去1次西班牙，往返的机票全是我自己买的。我必须确保谈恋爱不是为了利用对方，我也从来没有利用过佩佩，我从没有花过他的钱。去年5月，佩佩过30岁生日的时候，我还带他出去旅游，我花了3万美元，全程计划都是我做的。他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要去哪儿。感情这种事真说不清楚。另外，咱们再看看姆巴佩现在的女友，西班牙的女演员兼网红艾波斯托。现在有传闻说，艾波斯托曾经和小熊维尼修斯约会过。艾波斯托是因为出演著名的电视剧《名校风暴》而走红，他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了超过2400万粉丝。但至于是不是跟维尼修斯好过，可能西方人也不太在乎吧，说不定也许是更衣室团结的关键一步呢。好，维尼修斯自己的女友维尔吉尼亚最近秀出了自己的腹肌，她的马甲线清晰利落，这是真的实力强劲。所以节目的最后，咱们就听听女孩子到底说了什么，当然我也不一定听得懂。Check, amor. Check. Isso eleva a autoestima do ser humano. Eu me sinto uma nova mulher. Juro, gente. E a L dela tem a técnica que ela, faz sombra, entendeu? Então ela marca os músculos, ela passa assim, fazendo a sombra, fica perfeito. Eu faço de 20 minutos, deixo umas 2 horas e é vida, entendeu? Eu sou viciada. Pra eu trazer ela pra Madrid, você já sabe que eu sou viciada. Ó. Nossa.
总之，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您的点赞、订阅、评论和热推。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